你是否见过这样两种人？第一种人，永远在奔忙，他的微信步数常年过万，日程表排得密不透风，看起来勤奋得令人动容。然而，他经手的项目总会留下一些小尾巴，一个忘记确认的细节，一封没有追踪的邮件，一个需要同事提醒才能想起的承诺。他像一个永不停歇的陀螺，被无数琐事抽打着旋转，却始终无法在原地站稳。人们评价他人不错，就是做事有点糙。久而久之，重要的任务再也轮不到他，他被固定在了一个螺丝钉的位置上，忙碌且无功，稳定地走向平庸。第二种人则显得从容不迫，他或许不常加班，甚至有时间在午后品一杯咖啡，但交到他手里的事总能让人100个放心。他不仅会完成你交代的事项 A， 还会主动告诉你 A 会引发 B 和 C， 而他已经准备好了预案 D。 他像一个精密的雷达系统，总能提前预判风险，扫清障碍，让一切尽在掌握。人们评价他有他在，就踏实。于是，机会、资源、信任如百川归海，源源不断地向他汇聚。他的人生因此进入了一个良性循环的上升通道。这两种人生的分野，不在于智商、情商，甚至不在于努力程度，而在于一种更深层的核心素养——闭环能力。一个做事情总需要别人擦屁股的人，别说被大佬器重，就算是在自己有限的交际圈中，也是一个无法获得深度信任的低效能者。这样的人，哪怕一辈子忙忙碌碌，最终面对的也只能是什么都没有的人生窘境。我们都听过那个耳熟能详的买土豆的故事，老板让2个员工去了解市场上的土豆价格。一个员工跑到村头问了价，迅速回报老板，土豆5毛钱1斤。任务完成了，但这是一个句号式的闭环，仅限于指令本身。而另一个员工却用了1下午的时间，跑遍了整个市场，带回一份详尽的报告。市场行情不仅有村头的价格，还有镇上批发市场的价格，对比了至少5家供应商，质量分析不同价格的土豆在大小、品相、口感上有何差异，适合做什么菜。供应预测，他甚至打听了近期的天气和土豆的产区收成情况，预测未来1个月价格可能上涨。行动建议基于以上信息，他建议老板，如果用量大，可以立即与某家供应商签订长期供货协议，锁定当前较低的价格。在这个故事里，后者就是拥有强大闭环能力的人。他交付的不是一个答案，而是一个解决方案。他完成的不是一次任务，而是一次价值创造。这种人，但凡有一次机会，就会被其牢牢抓住。所谓资源的稳定性，正是建立在这种可靠的、可预期的闭环能力之上的。今天我们聊的闭环能力，远不止于职场技巧，它呼应了史蒂芬·科维在《高效能人士的7个习惯》中所说的以终为始，但它的内涵更为广阔。它是一种能让你拨开表象迷雾，直抵事物本质的思维方式，是一种能让你在有限的一生中，通过亲身体验而非书本说教，深刻洞察社会规则与人性机理的智慧。它最终指向一个根本问题：如何从一个被动响应世界的执行者，
蜕变为一个主动构建人生的掌控者。如果你已年过30，或许会愈发感到这种能力的重要性。你会发现，那些曾对你谆谆教诲的长辈，自己的生活却可能一地鸡毛；那些看似选择更多的同龄人，却在一次次虎头蛇尾的尝试中蹉跎了岁月。这时你才恍然大悟，原来那种让人信赖的责任感和周密的闭环思维，并非与生俱来，而是必须在与真实世界的碰撞和摸索中，一步步刻意练习，才能建立起来的稀缺品质。今天的内容，就是一份关于闭环能力的深度修炼指南，它将带你从心态重塑、行动框架到实战演练，系统地构建这项顶级高手都在默默修炼的底层能力。准备好了吗？让我们一起开启这段自我升级的旅程。第一部分，心态重塑，闭环能力的内在基石。在学习任何招式之前，必先修炼内功。闭环能力的外在表现是做事靠谱，而其内在根基，则是强大的心理能量和清晰的思维模型。这需要我们完成3个关键的心态重塑。要事第一，凡事抓主要矛盾。年轻的时候，什么是你的要事？答案是创造。创造什么？创造你的个人价值，积累你的初始资本，无论是财富、人脉还是知识，提升你的资源布局。许多年轻人仗着身体健硕、精力旺盛，将大把时间挥霍在无意义的社交、廉价的娱乐和分散的浅尝辄止上，却忘了年华易逝，窗口期短暂。当年龄的红利消失，他们才发现自己两手空空，失去了在牌桌上议价的核心竞争力。每个人的生活都充斥着各种问题和危机，如果事事都觉得重要，那结果必然是事事都做得平庸。高手之所以高效，是因为他们懂得在混乱中保持定力，精准识别出那个能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主要矛盾。我曾有一位朋友，前几年创业失败，背上了几十万的债务。那段时间，他整个人都处在一种瘫痪状态，每天睁开眼就是无尽的账单和催款电话，焦虑、恐慌、迷茫像一张大网，将他死死罩住。他尝试过很多事，找亲戚借钱，打几份零工，研究各种快速赚钱的项目，但都像无头苍蝇一样，毫无章法，结果只是让自己更累、更绝望。一次深聊，我看到他憔悴的面容，对他说：“你现在最大的问题，不是债务本身，而是被还清所有债务这个不切实际的宏大目标给压垮了。你什么都想做，结果什么都做不了。不如我们换个思路。”我问他，抛开所有债务，你现在唯一能做，且做起来稍微有点感觉的事情是什么？他想了很久，说自己以前学过木工，对做一些小家具还有点兴趣。我告诉他，那就把这件事当成你的主要矛盾，从今天起，忘掉债务，接受自己征信受损的现实。你的全部精力只用来做一件事，把木工手艺捡起来，做到极致。先用它赚到第一笔钱，哪怕只有100块。他将信将疑，但因为别无他法，便开始行动。他把自己关在租来的小作坊里，从修复旧家具开始，到后来设计制作一些小巧的置物架、茶几。他把作品发在社交媒体上，最初无人问津，
但他没有放弃，持续打磨，持续分享。1年后，他凭借独特的设计和过硬的手艺，在本地的家居圈子里小有名气，订单开始稳定，债务也在这个过程中，随着他核心能力的增强而一点点被清偿。再见他时，那个曾经焦虑迷茫的年轻人不见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眼神安定、言语平和的手艺人。他身上多了一种被生活淬炼过的沉静气质，这就是凡事抓主要矛盾的力量。当你感觉生活和工作陷入混乱时，不要急着四面出击，静下心来，问自己，当下什么才是那个决定我人生走向、影响我心理状态的牛鼻子？然后抓住它，沉浸其中，用尽全力去完成它。最终的结果会因为你的这份坚定和专注而凸显出非凡的意义。记住，做事只有一条黄金法则，在任何阶段都不要什么都想要，只抓最重要的那件事，做到单点击破，剩下的交给时间。02，守住你的课题，处理好自己与他人的关系。如果说钥匙第一是让你校准人生的导航仪，那么守住你的课题就是为你的人生设定防火墙。它能帮你抵御不必要的消耗，让你的人际关系变得清爽而高效。你的人生问题终究只能自己解决，任何希冀于外部力量来拯救自己，将自己拉出泥潭的想法，都是一种等、靠、要的弱者思维。然而知易行难，在现实中，我们常常陷入2种误区，要么过度期待他人为自己负责，要么过度为他人负责。心理学家阿德勒提出了一个极具洞见的理念：课题分离。简单来说，就是要分清楚什么是我的事，什么是你的事。判断的标准很简单，一件事情的直接后果由谁承担，就是谁的课题。别人如何评价你，是别人的课题，你无法左右。而你选择何种生活方式，是你的课题，你必须负责。孩子是否用功读书，是孩子的课题，而你是否为他提供必要的支持和引导，是你的课题。同事是否愿意配合你的工作，是同事的课题，而你是否清晰地表达了需求，并做了自己职责范围内的一切，是你的课题。我的前同事小林，曾是办公室里公认的老好人，他热心、善良，几乎对所有求助都来者不拒。设计部的同事忙不过来，他会主动帮忙 P 图；市场部的同事缺文案，他会熬夜帮忙写稿。他觉得维系良好的人际关系是职场生存的根本。结果呢，他自己的本职工作数据分析报告，却因为时间被大量挤占而频频出错。更糟糕的是，大家慢慢习惯了他的免费付出，一旦他因为工作繁忙而无法施以援手，反而会招来微词：小林你变了，都不像以前那么热心了。年终评优，那个他曾帮助过无数次的设计部同事，凭借一个独立完成的出色项目拿来，而他因为几份报告中的数据瑕疵，只得到了一个 B。 他感到无比委屈和疲惫，不明白为什么自己的善良换不来对等的回报。这就是典型的课题混淆。小林把帮助同事这个别人的课题当成了自己的课题，却荒废了做好本职工作这个自己的核心课题。他越俎代庖地承担了不属于自己的责任。
最终也只能自己吞下绩效不佳的苦果。后来，在一次职业咨询后，小林开始了艰难的转型。他学会了3句话：对不起，我现在手头有急事，可能帮不了你。温和的拒绝，这个我不太专业，我建议你找某某，他比我更在行。提供替代方案，我需要集中精力完成某某报告，这是我们部门这个季度的重点。等我忙完这个，如果还有时间，我再看看能不能帮你。亮出自己的优先级。起初，他很不适应，生怕得罪人，但渐渐的，他发现世界并没有因此崩塌。同事们开始寻找更专业的人求助，工作效率反而提高了。而小林因为专注，他的数据报告质量越来越高，总能提供深刻的洞察，成了团队决策不可或缺的大脑。她不再是那个可有可无的便利贴女孩，而成了团队里受人尊敬的靠谱核心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个深刻的道理：一个边界清晰的人，才能赢得真正的尊重。你处理好自己的事，本身就是对他人最大的贡献。因为一个能对自己100%负责的人，才能构建出最稳固的协作基本盘。所以，请时常审视自己。当你对外界的人或事感到愤怒、失望时，问问自己，是否把自己的期待强加在了别人的课题上。当你感到疲惫、内耗时，问问自己，是否承担了太多本不属于你的责任。处理好自己和他人的事，会让你在做事时既有边界感，又不至于冷漠；既有主体性，又不至于攻击性太强。这是一种需要通过不怕犯错、不怕被拒绝的主动性，才能慢慢摸索出的高级智慧。第二部分，行动框架，从混乱到掌控的系统化路径。如果说心态重塑是为什么，那么行动框架就是怎么办。拥有闭环能力的人，在面对一个复杂任务时，脑中并非一团乱麻，而会自动浮现出一张清晰的地图。这张地图的核心就是拆解。03学会拆解，像玩拼图一样掌控世界。普通人看世界，看到的是一堆散落的碎片，而高手看世界，看到的是一幅完整的拼图。他们的区别在于，高手懂得先找到边界，再填充细节。拆解就是那个帮你找到拼图边界，并为每一块碎片精准定位的强大工具。在不同的场景中，拆解的模型不同，但其底层逻辑是相通的，将一个宏大、模糊、复杂的面拆解成若干个清晰、具体、可执行的点。场景一：如何快速搞定一个陌生任务？想象一下，你的老板突然交给你一个任务：小王，下周3之前，帮我策划一场线上新品发布会。如果你毫无头绪，大概率会陷入焦虑，但如果你懂得拆解，就可以立刻套用传播学中经典的 5W2H 框架，瞬间将任务结构化。 What 做什么？我们要发布什么产品？核心卖点是什么？明确对象。 Why 为什么做？这次发布会的目标是什么？是提升品牌知名度，还是直接促进销量？衡量成功的关键指标 KPI 是什么？明确目标。 Who 谁来做，对谁做，目标受众是谁，他们的画像是怎样的，由谁来负责策划、执行、宣发。明确人。问何时做，时间节点是什么？
到排出的工作计划是怎样的？明确时间 ，Where 在哪里做，在哪个平台直播？主要的宣发渠道是哪里？明确渠道。How 怎么做？具体的流程是怎样的？需要哪些物料？预算是多少？明确路径。How much 成本多少？整场活动的总预算是多少？如何分配？明确成本。当你把这7个问题都思考清楚，并逐一写下答案时，一份清晰的策划案雏形就已经诞生了。你不再是那个被任务追着跑的无助执行者，而是一个运筹帷幄的项目经理。场景2：如何快速洞察一个陌生行业？你想跳槽去新能源汽车行业，但简历投出去如石沉大海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对这个行业一无所知。此时，你可以用商业4要素框架来快速拆解。产品 product 这个行业的主要玩家，如特斯拉、蔚来、小鹏，分别提供什么样的产品？他们的定位、技术路线、优缺点是什么？建立认知坐标。渠道 channel 他们是如何销售产品的？是直营店模式、代理商模式，还是线上销售？理解商业模式。宣传 promotion 他们通过什么方式触达用户？是依赖创始人 IP、社区运营，还是传统的广告投放？看透营销打法。成本 cost 他们的成本结构是怎样的？核心的成本在哪里？盈利的关键是什么？洞察生存命脉。当你花上1周时间，带着这4个问题去搜集信息、阅读研报、体验产品，你对这个行业的理解将远超 90% 的门外汉。在面试时，你就能言之有物，提出超越普通求职者的深刻见解。场景3：如何真正看透一个人？这是最高阶的拆解能力，它要求你具备通过前台分析后台的思维。前台信息，他说了什么？做了什么？他的表情、语气、姿态是怎样的？后台信息，他为什么这么说、这么做？他的家庭背景、教育经历、职业路径是怎样的？他当下的处境、利益诉求、恐惧和渴望是什么？我认识一位顶级的销售总监王姐，她最厉害的地方就是总能和最难搞的客户成为朋友。她的秘诀就在于对客户后台信息的深度拆解。有一次，她要去拜访一位以油盐不进著称的国企老总。去之前，她没有急着准备产品资料，而是做了3件事。查阅了该国企近3年的年度财报，发现其利润增长乏力，正面临数字化转型的巨大压力。找到了这位老总近期在行业峰会上的发言稿，通篇都在强调降本增效和数据安全。通过侧面了解，得知这位老总的儿子正在国外读人工智能专业。带着这些后台信息，王姐在会面时，对自己的产品优势只字未提，她反而从行业数字化转型的困境切入，大谈特谈数据安全对国企的重要性，并分享了几个国外同类企业通过某项 AI 技术实现降本增效的案例。这每一个话题都精准地踩在了老总的痛点和痒点上。两人越聊越投机，老总甚至主动向他咨询起人工智能的最新发展。会议结束时，老总对他说：“小王，你是我见过最懂我们行业的人。下周，你带技术团队过来，我们深入聊聊合作方案。看到了吗？仅仅依靠不透明、不全面的前台信息，就对一个人、一件事、一个组织下结论，
是普通人最容易犯的错误，而高手永远在试图拼凑出更完整的后台拼图。认识世界就像玩拼图游戏，你必须先有构图的边界感，再有对细节的拼凑和耐心，最终才能全盘掌握。否则，散落一地的碎片永远只是碎片，尽管它原本是世界的真实模样。当你真正明白了这些，你才会发现，真正的闭环能力不是机械地完成任务，而是基于深刻的洞察，主动去消除上级、客户、合作方心中的不确定性，让别人感受到，只要有你在，一切都能搞定。这就是普通人做交付时最强大的底层能力。第三部分，终极进化，从完成到卓越的复利密码。如果你已经掌握了以上3点，恭喜你，你已经成为一个靠谱的人。但要从靠谱走向卓越，还需要开启闭环能力的终极形态——反馈与迭代。04，建立你的反馈循环，让每一次行动都成为下一次成功的垫脚石。什么是反馈循环？它源自控制论。最经典的模式是:= PDCA 循环 Plan Do Check Act –计划、执行、检查、处理。Plan 计划，基于目标，拆解任务。Do 执行，专注地完成计划。Check 检查，对比结果与目标，找出差距。Gap Act 处理，分析差距产生的原因，将经验固化为流程或工具，并用于指导下一个 plan。 这听起来很简单，但 90% 的人只做到了 PD。 他们的行动轨迹是线性的，每一次都是从零开始。而真正的高手痴迷于 CA 环节，他们的成长轨迹是螺旋上升的，每一次行动都站在上一次的肩膀上，从而实现能力的复利增长。我的朋友阿杰是一个从零起步的美食探店博主，最初他的视频数据平平，点赞寥寥。很多人遇到这种情况，可能会归咎于运气不好或平台不给流量，然后继续用同样的方式拍下一条。但阿杰不同，他把每一次发布都看作一次实验。他建立了一个简单的 Excel 表格，记录每条视频的核心数据。选题是快餐小吃还是高端日料？封面是突出食物还是突出人物？标题是疑问句还是陈述句？用了哪些关键词？发布时间是中午12点还是晚上8点？核心数据：完播率、点赞率、评论率、转发率。每周他都会雷打不动地进行一次复盘会 Check Act。 他发现选题上接地气的小吃店完播率远高于昂贵的餐厅，封面上色彩鲜艳令人垂涎的食物特写点击率最高，标题里带有人均 XX 元、开了某年等具体数字的，更能激发用户好奇心。基于这些 check 的发现，他开始 act。 行动1，将选题重心彻底转向街头巷尾的平民美食。行动2，总结出一套封面拍摄范式，要求自己必须在视频前3秒就展现最诱人的画面。行动3，建立了自己的爆款标题词库。就这样，通过一次次计划、执行、检查、处理的微小循环，阿杰的账号数据开始肉眼可见的变好。半年后，他打造出了第一个100万播放的爆款视频。如今，他已是拥有数百万粉丝的头部博主。他常说一句话：
我从不相信灵感，我只相信数据和复盘。这就是反馈循环的魔力，它让你摆脱凭感觉做事的陷阱，进入用系统成长的快车道。无论是程序员通过 Code Review 优化代码，还是投资家通过交易复盘迭代策略，其底层逻辑都是相通的。如何建立你自己的反馈循环？定义你的检查点，可以是一天结束、一周结束，或一个项目结束。量化你的检查项，结果如何？哪里做得好？哪里未达预期？原因是什么？形成你的行动项，基于原因，明确下一步的具体改进措施。是可以工具化的，还是可以流程化的？拥有反馈闭环的人，等于拥有了一个永不犯错的外部大脑。他们不是不犯错，而是绝不允许自己重复犯同一个错误。这就是从优秀到卓越的秘密。第4部分，实战演练，你的30天闭环能力改造挑战。理论讲了再多，不如一次亲身实践。现在，我邀请你参加一个为期30天的闭环能力改造挑战。这个挑战不需要你投入大量额外时间，只需要你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带上一双看见闭环的眼睛。第1周，觉察周，看见断点。每日任务，每天临睡前花5分钟复盘当天完成的一件小事，可以是一封邮件、一次沟通，或一项家务。问自己3个问题：这件事的句号画在哪里？例如，邮件发出去了，还是对方确认收到了？过程中有没有留下任何线头？例如，有没有口头承诺忘了记录？如果可以重来，哪个环节可以做得更周到一点？目标，培养对完成度的敏感度，看见自己思维和行为中的断点。第2周，框架周，搭建骨架。每日任务，每天在开始一项稍微复杂的任务前，例如写一份周报，策划一次家庭出游，花3分钟时间，用纸笔快速画出它的骨架。你可以用 5W2H 或者任何你熟悉的框架。目标，养成先谋后动的习惯，用结构化思维对抗混乱。第3周，边界周，守住课题。每日任务，每天有意识地练习一次课题分离，可以是对同事不合理的求助说不，也可以是克制住自己想去干涉家人选择的冲动。记录下这件事，以及你当时的感受。目标，在实践中感受边界的力量，减少无谓的内耗。第4周，迭代周，启动飞轮。每周任务，选择你在本周完成的一项重要工作，主动向一个你信任的人，上级、同事或客户征求反馈。注意，你的任务是倾听和记录，而不是解释或辩护。每日任务，根据收集到的反馈，提炼出1至2个最关键的改进点，并把它落实到你第2天的行动中。目标，将反馈内化为成长的燃料，启动你个人成长的复利飞轮。30天后，当你回头看自己的记录时，你会惊讶地发现，那个曾经做事毛毛躁躁的自己，正在悄然远去。你就是你人生的唯一责任人。看到这里，我们再回到开篇的那2种人，他们的区别，归根结底，在于对责任2字的理解不同。第1种人，将责任视为完成被交代的任务，而第2种人，将责任视为对最终结果的无条件承诺。闭环能力本质上就是一种终极的责任感，它意味着你深刻地认识到，
你，且只有你，是你人生的唯一责任人。你的成就，你的幸福，你的困境，其根源都在于你如何思考，如何选择，如何行动。它要求你停止抱怨，向内归因，要求你放弃幻想，直面现实，要求你拒绝平庸，追求卓越。这条路并不好走，它充满了刻意练习的艰辛和直面不足的痛苦，但它也是唯一一条能让你摆脱随波逐流的命运，牢牢掌握人生主动权的道路。今天的视频本身，也是我为你构建的一个闭环。它从提出问题开始，通过心态重塑、框架学习、终极进化，最终给出了一个可供你实践的行动方案。现在，这个闭环的最后一环，交到了你的手上。看完节目，你最大的触动是什么？从明天起，你打算关闭的第一个人生开环又是什么？在评论区写下你的承诺，让我们一起成为那个凡事有交代、件件有着落、事事有回音的少数派。